好，新的一年過年特別節目，我們也要來特別關心到是接下來在2026中國大陸、美國跟俄羅斯在今年核武上面的布局發展。我們先來看到，其實呢，在2月5號到期的這個是美俄本來講好的，這個叫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俄羅斯說，終於是到期了，跟美國說呢，我們要不要繼續自動續約？結果呢，川普就是拒絕，他發文也放狠話說，我與其跟你俄羅斯繼續續約，延長這個條約。我不如讓我的美國核武專家繼續打造一個比較新的、現代化、升級版的合約，而且呢，川普在這時候還想把中國大陸一起拖下水，指控中國現在默默的在進行低當量的核試驗，所以呢，川普現在有外界在解讀說，川普也想把中國納入這個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裡面，那當然呢是遭到大陸拒絕了。中方說他不準備參加這個新的核談判，因為呢，他認為中國的核武庫的規模比美國小太多了。目前美俄在這個條約上面，它的核彈頭的上限是1550枚，五角大廈預估到2030年，中國會突破1000枚左右。川普想把中國大陸一起拉進來，削減它的核武的計劃能夠成功嗎？那為什麼他要納入中國？如果納入，對於這個原本的條約來說，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漢庭有什麼看？本來呢，美俄都有這個條約，那俄羅斯呢想要續約，結果川普拒絕了。所以人類在冷戰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這種核軍的控制框架已經徹底崩塌。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沒有法規、沒有上限、只有猜忌的核武的荒野時代，對吧？因為沒有任何所謂的限制條款啊。那川普目前講說，我們要把中國大陸納入進來啊，納入進來了之後，我們再搞一個全新的架構啊。那他的算盤是啥呢？他表面上好像是說我們那越多人越好啊，但其實第一個他就是在轉移責任啊，要把條約失效的壓力呢都怪罪在不願意加入的大陸上。第二呢，也是在限制对手，要透過各種的多邊框架來束縛正在發展的中国大陸的力量。第三，也是分化大陸和俄羅斯。在大陸跟俄羅斯合作的非常密切的時候呢，去制造一些潛在的矛盾點。那俄羅斯也好，中國大陸也好，當然都是不上當。因為核裁軍的談判，它核心原則是，我們大家要对等公平啊。到2024年底呢，五角大廈的報告，美國是3700枚的核彈頭，俄羅斯是4300枚，而中國呢只有600枚。对，这個量級也差太大了吧？而且呢，你美俄的這些所謂的核武，其實都是即時的戰備狀態。你看，美國隨時要打誰，他都可以打誰啊。那大陸呢，一直都是處於被動的，而且是防守的狀態。所以呢，你要求一個這個核武庫的規模跟數量都不及美國領頭的這個國家，然後一起來接受同樣的限制，本身就沒有任何的道理。那再來呢，川普還試圖說啊，我們看那個美俄中啊，雙方啊都要來啊。那俄羅斯一開始也嗆得很好。那如果美國堅持要把大陸納入，那麼同樣擁有核武器的英國跟法國，你為什麼不納入？那沒道理啊！而且其實，在失效不久之後呢，英法兩國都已經相繼的表明，我們不會去參加什麼新的東西了。所以就沒有人要理川普。那川普他講的什麼多邊主義，對吧？就被打臉，沒有人理他。所以呢，中國大陸一直以來都是強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樣一個承諾，就是體現我們中華文化止戈為武的最高軍事哲學。所以大陸發展核力量從來就不是為了稱霸或者是去威脅別人，而是要打破核訛詐，確保中國自己的生存跟發展。所以把核武庫一直都是維持在國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所以當美俄擁有了數千枚的這種核彈頭，而且還要不斷的去升級，搞什麼3位一體核打擊，要中國這個後加入的人來加入對等的裁軍，就好像是要求一個剛剛溫飽的家庭跟家財萬貫的富翁平分財產，這哪有什麼公平正義可言？好，所以那另外一方面，那美國也是持續的警告，就是他指控中國大陸啊，他一定要限武，原因是因為他正在準備數百噸當量的核試爆，而且呢還企圖干擾這個是國際地震監測系統，掩蓋過往他的核爆經驗。而且呢，美國還指控說，俄羅斯甚至還幫助北京來發展這種核武級的裂變材料。委員怎麼看？第一，這就是美國的政治人物長期以來最擅長玩的把戲，就是永遠先栽贓別人。大家還記得嗎？伊拉克都已經被打完了，美國都已經撤出去了，過了這麼久，
到底美國真的找到了當時他要打伊拉克的這個什麼生化武器或者是相關的這個核武設施嗎？根本沒有啊，這是美國長期來玩的把戲啊，誰知道有沒有？我就先說你有就好了。中俄真的有在合作這個進行發展核武的動作嗎？這個真的俄羅斯正在協助北京發展這個武器級的裂變材料嗎？是真的嗎？誰知道呢？反正他先講了嘛，先講先贏啊，先講了之後先抹黑了你，然後就要逼着你上談判桌，這是美國的這個政客長期以來玩的把戲哦。那麼第二個重點，我看到這個川普也好，或者是他的這個國務次卿的談話，我就覺得太妙了。就川普不是說普丁跟習近平是他最好的朋友嗎？那你們两個好朋友在合作，你到底怕什麼嘞？就這两個不都是你的好朋友嗎？你開口閉口就講這個人2個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你的2個好朋友就算在合作發展核武，到底對你有什麼影響呢？對，就像剛才漢寧講的，英國跟法國在發展核武的時候，你川普會害怕嗎？你不會害怕，因為他們是你的盟友哎。那既然習近平跟川普是這個習近平跟普丁是你川普更好的朋友，那你到底在怕什麼呢？所以我覺得就川普這種兩面的手法，有的時候你就展現的赤裸裸的一览無遺，就嘴巴上講的漂亮話再好聽，背後呢其實想盡各種辦法去提防跟打擊。他之所以說川普之所以說普丁跟習近平他的好朋友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他們強啊，他們強到川普沒有辦法用壓力壓得過他們，所以這就是川普玩的把戲啊，就是遇到強者我就先暫時這個保持友善的微笑，可是事實上呢，我想盡各種辦法來圍堵你，來削弱你。然後呢，將來有一天我能夠收拾你的時候，我絕對不會手軟的。所以你說對北京政府來講，他又不傻，他幹嘛要加入呢？就我明明就知道你的盤算是什麼啦。剛才漢庭都講得很清楚了，我根本不是跟你同個量級的，我只不過是你的零頭而已。我有什麼理由我來呢？你現在把我要拉進來，是不是你明天叫金小胖也一起加入呢？哪怕他只有幾十枚嘞，他要不要一起來？所以其實川普在玩這個把戲哦，我覺得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北京政府聽聽就好了。那麼而且我們剛才已經討論了這麼多，北京政府的工具箱裡頭又不是沒有工具，所以我就算不加入，你又能奈我何呢？你4月還要來我這裡呢，你今年還要想辦法跟我見4次面，你還要買我的大豆，你還要等我的稀土的開放，那到底是誰怕誰啊？現在這個時間點哦，所以其實我覺得川普喊一喊，只不過是替他自己找個下台階。那麼將來呢，這件事情沒成，他也有一個替罪羔羊哦，說不是他的錯。但是實際上，你說他真的能夠對北京政府採取什麼樣的制裁，或者是做出什麼樣的報復？川普也沒有這個膽，美國也現在沒這個能力了。是，好，那我們也來展望。那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今年2026年有關於中國大陸，雖然說它的在核武發展的量級還是在美國跟俄羅斯後面，但是它中國大陸今年這個核武可以發展到哪裡？等一下請大使來看。那為什麼美國會這麼的害怕？我們先來看一下一些細節，是來自於五角大廈針對中國大陸的軍力報告做的一個評估，這是2025年版本的。他說，中國境內呢現在有3個洲際彈道的飛彈發射場，擁有超過100個發射井。曾經，他在2024年底就已經進行了多枚快速的試射，也代表大陸可能已經具備飛彈群攻的能力，並且報告還說，北京還研發了1萬噸以下的這種戰術核彈頭，目的是可以建立有限核打擊能力，來控制核戰爭的風險。另外，他們還擔心的是東風26跟轟6搭載這種空射的飛彈，很可能這類的戰術核彈頭的一個載體。大使怎麼看今年北京在於核彈上面的發展？其實中國大陸的核彈長期來西方都摸不透，常常有很多誤判。在那個以前鬧過一個笑話，因為它都是從人造衛星上看，有一段時間美國說，哎呦，中國大陸福建地區有很多圓形的這種建築啊，那個是不是那個飛彈基地或者是核彈？後來中國大陸說那不是啊，那是我們客家的圍屋啦。我就知道，他在人造衛星看說這是核子基地，對不對？前2年他也說有很多飛彈井，結果後來也是他人造衛星自己研判的。說實話啦，這個數量這個是你不知道。瑞典斯德哥爾摩說中國大陸有600顆彈頭嘛，對不對？那有人說不可能這麼少。這個數量一點都不重要，因為核子戰爭它只有一個戰術，叫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這我們以前冷戰時期，這個是大家耳熟能詳，確保相互毀滅。
那什麼叫確保相互泯滅？就是我第2級的時候，我第1級打完還有第2級，這個第2級一定會把你毀滅掉。那今天大陸有一個學者叫金燦榮，他以前常開玩笑，他說美國人跟他說：“你們這個核子能力到底怎麼樣？”他說：“你們應該可以摧毀我們8次或7次，我們只能摧毀你1次。”那美國人說1次就夠了，摧毀只要1次，要8次幹嘛？對，要7次8次。那所以就變成中國大陸，你說它有那個100個發射井 ，so what？ 沒有意義。發射井是最落後的。那個是在你就是在那個把那個彈固定在那個地方。美國現在這個 Rocky Mountain 那一帶一大堆發射井，天天在那維修，義勇兵飛彈，都是非常舊的。現在中國大陸跟這個俄羅斯，基本上閱兵的時候，連東風61都用車子拖出來，車載的它有兩個，第一個它可以在公路上跑，機動。第2個在哪裡？在鐵路上跑。所以大陸上他們說大陸有很強的地道系統，它不會讓你知道在哪裡，可是它會在地下跑。然後這一些不管是東風41還是東風61還是東風31，它全部是固體燃料。你知道固體燃料是什麼意思？就是到定位就可以發射。液體燃料是幹嘛的？液體燃料到的時候要裝燃料的，要30分鐘。所以这個東西機動性很強，就是讓你抓不到。飛彈井被你在那個地方，我第一個就把你飛彈井打掉。所以它基本上都是機動的。中國在很多這麼大很多山區下面挖空的都是鐵路，它那個車子從這邊有個出口，再往右開100公里又出來，你知道從哪裡出來？地下長城嘛。地下長城啊。然後呢，還可以用什麼機動的卡車，也可以火車。所以這個美國摸不清楚。可是呢，另外還有一個，就變成就是這叫陸基，另外叫空基。中國大陸的轟6K 是可以戰核子彈頭的導彈的，它就是可以從空中發射飛彈，載核子彈頭去攻擊你的。它的航程6000公里，它現在又有什麼？這個空中加油，它可以做長程的飛行，飛到你很近，啪一顆打下來，那你就措手不及。這是陸基、空基，還有一個什麼？海基。海基就是確保毀滅的第二級。什麼叫第2級？因為中國大陸的，比如說啦，這個戰略核動力潛艇094096那它今天下的海裡面，因為它核動力的，然後它可以自己在下面制造氧氣，它1個月不出來了，只有中國大陸指揮中央知道那艘核潛艇在哪，它可能就在你加州的外海。对，那它是做什麼呢？就是說，大家陸基、空基的打完以後，還有一些城市沒毀掉，還有一些東西還有攻擊能力，由海上、海底下再發射。那發射出來是什麼？大陸的這個海底下發射潛水法叫巨浪2跟巨浪3。巨浪2跟巨浪3都是怎麼樣？一個導彈6個彈頭。那中國大陸的東風41、41絕對就是一顆導彈10個分彈頭。而且它分上去以後，下來的時候，它那個10個分導彈打下來的時候，還可以變軌，還可以轉換目標。你本來預估它是要打那個10個城市，洛杉磯什麼舊金山什麼，它給你換一下，然後打什麼？打紐約，打這個華盛頓。所以你只要能夠確保毀滅，數量再多沒有用。可是以大陸今天的載台，我聽過一個我們台灣的專家分析大陸的彈頭數他以大陸的載台來講，他回過頭來說，大陸應該有2000枚核彈頭。不過你不管你是多少啦，只要能夠確保毀滅對方，你就已經達到目的。你不需要第2次毀滅它。那美國搞了1000多枚，俄羅斯搞1000枚，它的備載的有3000枚、4000枚沒有用啊，對不對？現在的如果說是氫彈的話，一顆你一個城市1000萬人城市就沒有了，就完全沒有了。所以這個核武器真的是不是開玩笑的。那中國大陸它現在發展就跟俄羅斯一樣，發展什麼？發展戰術型核導彈，用在戰場上所謂的低當量的。我是核子彈，可是我打下去不是打毀滅1000萬人的城市，我是毀滅方圓20平方公里的土地裡面所有的生物。
就夠了，這一顆用下去你就不要玩了。所以呢，就是說現在中國大陸來講的話，那麼核子彈頭的各種方式已經很具備了，很周全。還有一個什麼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說它的投射能力很強，又精準。你沒有投射能力沒有用啊！今天啊，伊朗發展出核子彈，只有以色列去發抖，因為它核子彈頭它打不到美國啊。你今天伊朗你的導彈能夠打6000公里嗎？伊朗跟美國有10000公里以上的，你打不到的啊。誰會美國？美國怕誰？美國怕北韓，怕朝鮮。朝鮮大浦洞號稱可以打15000公里啊。所以你光有核彈頭沒有，你的投射能力很重要。那中國大陸就是說，東風41、東風61、東風31，這個好轟6K、轟20，這個好094、095、096，都可以。那俄羅斯更厲害啊！俄羅斯還有一個奧賽冬，什麼叫奧賽冬？它是魚雷，它是從海底下魚雷，它不是要打出來，它在魚雷從海底下。直接裝核子彈頭，超高速在海底下就打過去了。所以俄羅斯、美國也怕，中國大陸、美國怕死啊。因為它有毀滅你的能力。好，謝謝大使。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